我是学人 tuber 露露露。最近在9月9号新上市了一款结合了正版哈利波特 IP 的手机游戏《哈利波特魔法觉醒》。游戏内容十分还原原作的内容，同时又带有策略卡牌对战的玩法，可以说是在皇室战争和其他真人玩家连线对战的同时，还能够体验原汁原味的霍格华兹校园生活。校园中也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可以参加，基本上喜欢哈利波特 IP 的玩家会对这款游戏感到蛮新鲜的，而又喜欢动脑玩策略的话，那真的是要小心，不要玩到没日没夜咯。不过也因为游戏的本质是有许多新手一开始会不理解的地方，因此本次影片露露整理了6个新生必知重点，帮助萌新们可以快速上手。接下来的细节很多，且务必要看完，而且要看到最后哦。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露露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你知道其实有隐藏发型可以选吗？其实在设定游戏中角色外貌时，除了衣柜上可以调整的选择外，游戏中还有隐藏的角色造型可以使用哦。我们只需要在创建角色时，在发型的设定上使用随机选择，就有机会可以刷出隐藏版的发型咯。假如在创角时错过这次机会的，也不用难过，我们可以到魔镜夫人的各式长袍店，透过穿衣镜重新拿到隐藏造型，但是就需要额外的花费。目前游戏中男女各有3款隐藏发型哦，至于会刷出什么样的发型，就让大家自己到游戏中去试试手气吧。不过以露露的心得来说，感觉男生的比较好看啦。随着故事的发展，玩家会跟原作一样进行4大学院的分类，一样是格莱芬多、赫夫帕夫、雷文克劳、史莱哲林。分类帽会根据你的性格和品质来判断你属于哪一个学院，这经典的剧情也极致还原了出来。不过当然也很人性化的让玩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学院加入。游戏中学院的选择在外观方面主要影响学院徽章、宿舍风景、弹幕的应援还有守护神。而比较细部的设定，同个学院的学生可以加入同一学院的社团，社团内部可以参加每日的社团活动，同时也会有照片记录大家的活动过程。而假如想要和朋友同寝室一起打枕头战讲秘密的话，就必须要选择同个学院，并且要同一个性别哦。想干嘛？同寝室的好处还能够在宿舍里面偷煮泡面，不是偷煮魔药。好心的室友还可以把自己多出来的魔药放到公共盒子中，让大家自由领取，真的是好闺蜜呢。再来补充，若是想要玩双人决斗的话，不同学院还是可以一起排的，只有学院积分赛的时候才不能共同组队。有发现在画面右上方的小地图吗？我们可以透过开启小地图快速移动到各场景地区，甚至是伦敦市区。我怎么已经在欧洲了，手卡还是这么肥啊！另外玩家也可以编辑在画面右边的快捷入口，调整成自己喜欢的模式哦。此外，在校园里面可以透过扫帚来飞行。在初期若是有每日作业要你去找校园大厅外的海格的话，可不要傻傻的就点开地图就跑进去学校里面找了。其实可以直接用扫帚飞到大厅外，看到海格后下来扫帚跟他对话就可以啦。再来，若是不知道礼物在哪里的话，其实任务也有图案提示，是在一个长得很像桥的地方，一样透过扫帚飞上去就可以拿到海格的礼物啦。竞技森林是玩家获取回响的主要方法。如果还在疑惑为什么自己少别人那么多回响，那是因为你都宅在决斗社，没有去竞技森林探索啦。竞技森林其实类似于一般游戏中副本的玩法，而在竞技森林的副本里面会为玩家做出的决定影响探索奖励哦。在竞技森林里，玩家的状态会继承到下一关。露露建议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可以将魔力存满再结束战斗，让下一场战斗保持在完美状态。在调查或探索时，也有机会遇到隐藏的特殊线索，可以开启更高强度的副本哦。另外也建议大家尽量结伴组队攻略，虽然单人通关也有成就，不过难度也比较高，初期开荒还是多找一点人陪吧。若没有队友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可以多利用巫师互助系统寻找战友，真的没有的话也可以来露露的 Discord 群组找人哦。假如攻略失败也别担心，特殊线索只有在通关后才会消耗，可以不断挑战。除了消耗线索进入副本之外，玩家也可以透过帮助他人的副本获得感谢信。感谢信可以在神秘商店购买特殊奖励，其中推荐大家每天一定要购买随机线索哦。不同的副本也有不同的技巧攻略，后续露露也会再制作相关的影片。学院宝箱是无氪玩家获得游戏资源的主要管道，每3小时会出现随机品质的宝箱，最多可以累积到4个，其中品质最好的金色宝箱有 3.5% 的几率开到传说卡。对无氪玩家来说真的是非常佛心啦，就算是非洲大科长可能都未必比欧洲平民玩家的卡牌还要多张传说卡。
而我们可以透过参与各种日常活动获得宝箱进度。不喜欢等待的人呢，洛洛这边分享一个好办法，建议可以先赶快去完成学年记录第11章，这样就可以拿到无梦酣睡药剂配方。学会怎么制作后，就可以在宿舍里面透过魔药熬制出无梦酣睡药剂，等到哪刻等不及的时候就可以马上使用，接着就可以快速刷新一个宝箱咯。再来，洛洛推荐大家累积的课堂积分可以拿去购买薰衣草，这样每周就领先别人3个宝箱，长久累积下来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真的是超前部署。不要说这是洛洛跟你们说的秘密啊，这一件事也是洛洛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游戏中除了校园活动和学年剧情任务外，最主要的玩法就是在决斗社里面透过卡牌战斗来混分了。而就算不喜欢玩 PVP， 像是竞技森林或是主线剧情中也会有一些片段需要我们使用卡牌的战斗，因此卡牌的搭配强度不只会影响胜率外，手动操作技巧和该有的基础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如果你是玩过皇室战争的玩家，那应该这个模式对你来说上手会比较容易。那如果是没有玩过的玩家，接下来洛洛将会分享关于游戏中战斗的一些必备观念。每一张卡牌左上角的数字代表会花费的魔力值，通常数字越高会称作高费卡，数字越低会称作低费卡。高费卡是因为需要花费的魔力值高，相对的效果也会更好。而战斗的过程中，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我们能尽量使用低费卡去打掉对方的高费卡，其次则是相同费用对相同费用，而若你是高费打低费，那就是浪费。目前哈利波特魔法觉醒所有卡牌共有74张，卡牌品质分为传说、史诗、稀有、普通。卡牌搭配并不是全部塞越高阶越好，而是要合理搭配高阶和低阶的卡牌，并思考其中的化学反应，且让平均花费不要过高，才能够在适当的回魔和攻击节奏之间进行输出。在所有的卡牌里面，大致上可以分为4种：移动卡、召唤卡、咒语卡、伙伴卡。除了移动卡之外，其他3种都是要透过图书馆通行证的方式来获取。战斗初始都会有一定的移动卡次数，也就是你在战斗过程中每一次走位的总次数。而在游戏中走位也相当重要，虽然随着战斗中也会慢慢补充，但也是要适时控制手上的移动卡数量。而移动卡使用时也有个小技巧，你可以先点到最远距离的地方，接着在这段距离中慢慢调整方向，这样就可以利用最少的移动卡来达到蛇形走位的效果咯。再来召唤卡的部分，主要就是卡牌中有一些类似魔物或是实体物被召唤在场上的卡牌。召唤卡有分地面与空中，而不同的召唤卡也有不同作用，像是控制、输出或治疗。同时在场上的摆放位置也很重要，若你拿了一只两脚蛇，你把他家的茶壶放在战火最激烈的场中央的话，他家一下就会被打爆了。而比较偏向坦克作用的召唤卡就可以放前排。同时在应对时要特别注意你出的手牌能不能对空，又或是可对空又对路。而游戏中也有分不同的战斗流派，若是走召唤流的玩家就要特别留意在召唤卡中是不是有自己属意的卡牌。咒语卡的部分则是偏向一些主动输出的法术攻击，都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些经典且耳熟能详的各种咒语，且在效果上也十分还原。这些法术效果上，召唤卡一样有分为控制、输出或治疗，又或是一些干扰对手的作用。最后是伙伴卡的部分，单人决斗的话，我们可以配置3名伙伴卡，可以按照出场顺序来分配预定出场的伙伴是谁。很多伙伴卡即便不是传说也是很平民好用，像是卡珊多拉沃雷可以控场输出，洛蒂特纳可以回魔，手厨送的海格放在第3位也能够保护自己在最后关头比较不容易死。只要搭配得宜，伙伴卡拥有瞬间扭转战局的能力哦，因此依照战局安排出场的顺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拿到卡牌后可别急着就开始凑卡咯，引导整组卡牌发挥作用的主导就是需要依靠这个回响，建议大家依靠回响的能力去搭配基础卡的配置。若是初期不知道如何配卡的话，下方也有很多官方卡组可以先照着参考，再慢慢逐步微调或是参考更多大神的卡牌。另外只有紫色和金色品质的回响才需要升级哦，蓝色不值得吃资源。洛洛缴了一堆学费，不要跟我一样啊。既然你都看到这边了，那么骚年就让洛洛在这边分享2个礼包码给你吧。若你是苹果手机使用者的话，可以到影片描述栏点击链接去兑换，选择完伺服器和自己的角色 ID 后就可以兑换成功。而若是安卓手机的使用者，则是可以从游戏画面中左下的小齿轮点选进入兑换。以上就是关于哈利波特魔法觉醒新生必知6件事，希望萌新们都能够尽快摆脱菜味。后续洛洛也会再制作相关的影片内容，不要忘记帮洛洛点击喜欢让我知道哦。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一一回复。
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目前洛洛的霍格华兹社团、霍格华兹卤肉分部也有收人哦，专属 Discord 群组也在下方影片描述栏，欢迎加入和大家一起讨论游戏技巧。目前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徐乐 tuber 露洛洛，我们下次见喽！